去京城的路太远了。咪咪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再出发吧。老大，今儿运气不错啊，一下山就找了个货。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别动，别动！这女娃黑是黑了点，但细皮嫩肉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这就是师傅说的坏人吗？那我岂不是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？哈哈哈哈！绵绵来也！臭丫头，敢咬老子，老子打死你！住手！谁呀？臭坏蛋，敢在绵绵面前干坏事，看见！笑死我了！你听到了没有？这个奶都没断的小娃娃说要救人呐！啊！老大刚抓住个小丫头，又来个小道士，这趟山咱下得值。小娃娃，别怪叔叔狠心，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。你们不要过来哦！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大哥，能不能？天下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，请琅琊观仙人赐予。绵绵，师傅准备好了。绵绵也准备好了。好嘞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踢得好，再来。师傅，太后又来求雨了，师傅，赶紧去帮个忙吧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要是再不去的话，这天下百姓就要饿死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师傅，我这怎么又干旱了？那绵绵来，老天爷呀，求求你下点雨吧！雷公爷爷，雷公奶奶，拜托拜托啦！绵绵，别胡说，师傅怎么教你的？绵绵，你怎么把雨下这么大呀？好啊，太好了！绵绵，你怎么也不提醒一下师兄？我家绵绵真厉害。既然绵绵这么厉害，快让我下山去吧。师傅不是跟你说过多次了吗？山下有吃人的大老虎，下山是很危险的。老虎怎么会吃人呢？虎超级可爱的，出来吧。大老虎！哎呦，师傅，大老虎，快跑啊！师傅，弟弟别过来！既然师兄那么害怕，还是不要待在这里啦。这哪是训虎呀，这是训猫呢。师傅，你看虎虎多可爱，多听话，又怎么会吃人呢？绵绵，师傅舍不得你走啊！你虽然调皮捣蛋又缺德，可是你还是那么可爱，那么厉害。师傅不想让你走啊！师傅，绵绵已经5岁半了，也是时候下山去找家人了。这就是你捡到我的时候我身上的玉佩吗？我拿走了，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会想你的。绵绵，到了京城以后，好好的照顾自己啊！知道啦，师傅。道长，哀家替天下百姓谢过您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求雨之事啊，都是我那小徒弟的功劳啊。哦，您是说那个仅有5岁的小女娃吗？快让哀家见见她。他下山到京城去了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？去京城了？派所有人去寻小神仙，哀家要重谢他。我都提醒过你们不要过来的呀！臭丫头，打我大哥！
找死！咪咪上！老虎！你是谁？我可是狼牙山上最厉害的小道士，遇到我算你们有福啦！他是狼牙山的小道士，据说狼牙山的道士修满功德后就可以飞升登仙了。别怕，绵绵来救你了，谢谢你。花花你在哪儿？娘！这个小道友跟他娘真是一个母刺刻出来的，都面色青黄发黑，身上冒着一股穷乏之气，是天生的缺钱命，除非有帝王之气压着。可是寻常人怎么可能接触到帝王呢？娘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是这个小道士救了我。小姑娘，谢谢你救了花花。这不是京城景王府一直在找的那个玉佩？哎，看看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景王府丢失的小郡主身上所佩戴的玉佩，凡是能提供此玉佩信息者，可奖励100金。要是我的花花能拿到这块玉佩，这辈子都不用愁了。咦，你们是哪座道观的？为什么你的女儿会被坏人拐走啊？啊，我叫青莲，这是我女儿花卷，我们来自乌云山乾坤观，只是道观的人嫌我们母女命不好，影响道观的财运，把我们赶出来了。啊，只是我带我女儿下山历练，谁知道一不小心我女儿就被坏人拐跑了。我叫绵绵，今年5岁半，是狼牙山狼牙观的。我师父是迷雾道长，大师兄叫张小山，这是我的灵宠，他叫咪咪。都是5岁半，为什么他全身上下都是宝贝，还有灵宠，而我的花花什么都没有？上天真是不公平啊！绵绵，谢谢你救了我女儿啊！这是我们乌云山上的琉璃果，很珍贵的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吃，给。哇，好漂亮的果子！好吃啊，好困。花花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命运就要被改写了。娘一定会让你摆脱穷命的。娘，你干什么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记住，你现在是景王府的小郡主，而我只是你的养母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谁呀？管家，这是我徒儿的玉佩。快马加鞭到皇宫，禀告太后，就说景王的女儿和玉佩都找到了。我的好孙女啊！哀家终于找到你了，终于找到你了呀！花花，快叫黄奶奶！黄奶奶，来，快过来，让黄奶奶瞧瞧。孩子，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？哀家对你甚是想念的。哀家见你穿的是狼牙观的道袍，莫非3日前求雨的小道士是你？好啊，好啊，不愧是我皇家子孙。来人呐，哀家要昭告天下，就说景王府的小郡主找到了，明日哀家要在此设宴，招待全城百姓。是。哎，花卷，花卷，真是一对没良心的母女，居然骗我，还偷我的道袍和玉佩。等到了京城，看绵绵怎么收拾。咪咪，走，找那对母女算账去。花卷的位置在京城的东边，出发。快走，
前面就是景王府了。这京城的百姓怎么都东边去了？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都往景王府走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前些天景王寻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女儿，太后一时高兴，决定在明日宴请全城百姓，就连乞丐都能去讨一碗饭吃。叔叔，这景王是谁呀？景王就是太后的小儿子厉景安，曾经也是赫赫有名的少年将军，可惜5年前在战场上中了暗箭，双腿废了。我还听说，自从他变成废人之后，性情大变，变得残忍暴力。前些天有个女子领着一个穿道袍的小女孩，拿着玉佩上门。太后看了眼玉佩，当众立即宣布，她就是景王失散多年的亲生闺女。什么？这么说来，景王是我爹爹。好你个花卷，竟然鸠占鹊巢，霸占了我的身份！爹爹，你们真正的女儿绵绵来了！爹爹，你的真正的女儿绵绵来啦！快！是太后的銮驾，他们到了。对，赶紧去看看。走。太后带着景王的女儿出现了，就是景王府刚找回来的郡主。这命也太好了吧！虽然流落在外好几年，但今后可就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了。偷花卷卷，你居然抢我的命数，夺我的气源！花卷卷，你这个小偷！坏了，他怎么会找到这里？太后娘娘，花花的脸好红，她有点不舒服，我们先进去吧。我没事儿。怎么会没事呢？她每次发烧脸都这样红。来人呐，传太医。我没事，今日皇奶奶特意给花卷设宴，花卷不能缺席。这是在外面受了多少苦啊！小小年纪就如此乖巧懂事。青莲花卷卷，我为什么要偷我的玉佩？你说什么？青莲花卷卷，我为什么要偷我的玉佩？哪里来的小乞丐？你怎么知道花卷妹妹的名字？就是这对母女偷走了我的包裹和玉佩。小王爷，都是这个小乞丐一直欺负我们，你快赶走他好吗？你胡说八道，明明是我救了你们的命。他叫绵绵，他是个小乞丐，我跟花卷下山历练时，好心救过他一命。他不感恩就算了，还抢我们的东西。他腰上那个乾坤袋就是抢花卷的。坏人，你居然颠倒黑白！我告诉过他，我带花卷来京城找爹娘，他便记住了，一直惦记着花卷的玉佩，他想冒充花卷的身份。花卷不仅是我皇家血脉，更是祈雨造福万民。你这个小乞丐竟然在此出言不逊！来人呐，马上给我拿下！什么？你不仅偷绵绵的玉佩，你还冒充绵绵的身份！绵绵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坏的人，绵绵受不了了！这不是哀家祈雨时天上出现的金光吗？里面是爹爹。不好，这里有煞气，爹爹有危险。晚点再来收拾你，你这个偷人气运的小贼！这个小乞丐年龄不大，没想到心思如此恶毒。来人，把这心思歹毒的小乞丐给我赶走！哎，那小娃哪去了？王爷，太后执意要认那小女娃当孙女，还说她是狼牙山的小道士，定能治好您的腿疾。今日更是大摆宴席，宴请全城。您要是不现身的话，太后怕是会不高兴吧？他老人家无非就是想用个孩子来阻断这些流言蜚语罢了。既然他老人家想，就随他去吧。至于认亲宴，我就不去了。谁？哪儿来的小娃娃？你是何人？爹爹，我是你的女儿绵绵呀。爹爹，这个小娃是找死吗？王爷一个不高兴都能掐断他的脖子。爹爹，你怎么这么冷酷？但是好冷酷，绵绵好喜欢。景王府是没人了吗？竟然让个小乞丐溜进来！王爷恕罪，今日府上宾客众多，恐是趁乱混了进来。爹爹，绵绵不是小乞丐，绵绵是你的女儿呀。爹爹身上的帝王之气都被这煞气压住了。一定是有坏人在背后害爹爹。走，你不能带走我，我要给爹爹治好腿。治腿？
王爷的腿疾，全京城最好的大夫都治不好，你一个小屁孩能治好？还有啊，你一个小乞丐不要瞎认定，王爷哪有你这样的女儿？快走！王爷，该喝药了。何母后说我身体不适，喝了药就先睡了。是。爹爹不能喝，这药有问题。爹爹，这药有毒，你不能喝。爹爹，难道她便是景王找回来的女儿？这个女人是来害你的。王爷，冤枉啊！奴才见府伺候1年了，断不可能伤害王爷的。你这个小娃，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？爹爹，你看，王爷，这药确实有问题。真被这个小娃给说中了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等下了地府再告诉你吧。你敢杀我爹爹，你完蛋了！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阿夏，别让他跑了！绵绵来也！放走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坏女人敢挟持我，你完蛋了！景王，你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女儿，你应该也不希望她现在就死在我手里吧？王爷，这……都说景王冷面无情，你也可以选择让这个小郡主来给我陪葬。爹爹，上一次想害本王的人，就是被我一箭穿心。小娃娃，你可看清楚，你这个爹可一点都不在乎。看在你侍奉我1年多的份上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放了他，供出幕后指使，否则休怪本王无情。看来你真的不在乎他的命啊！爹爹，我们才刚见面，你就不要我了吗？一个刚刚捡回的孩童，本王与他没有任何感情。你真的觉得我会在乎吗？我最后数3声，要么放了他，要么就一起去死。3、厉简寒2，你这种冷面无情的禽兽，就该断子绝孙！就该断子绝孙！别动！他竟然消失了！快拿下！爹爹，我们真是太有默契啦！我刚才都不顾他性命，他为什么一点也不生气？你先让开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厉简寒，有很多人想杀你，你猜是谁？爹爹，你别担心，我一定让他说出实话。啊！王爷，他服毒自尽了。唉，拖下去吧。快！王爷，你怎么了？爹爹的体内被下了慢性毒呀，应该就是刚才那个女人干的。爹爹吃解毒丸。小娃娃，你给王爷吃了什么？当然是给爹爹治病的呀。为什么我全身这么疼？你跟那个女人是一伙的？爹爹，你不要那么严肃嘛。说，你给本王喂的是什么毒？绵绵没有给爹爹喂毒，绵绵给爹爹喂的是自己炼制的万能解毒丹，很厉害的。解毒丹？你觉得本王会信你的鬼话吗？爹爹，你的毒血已经吐出来了，很快就好了。真好了。王爷，我的腿好疼。王爷，你腿怎么了？腿疼？王爷，你的腿不是没有知觉吗？王爷，你的腿这……王爷，王爷，你能站起来了吗？看来爹爹现在还不能完全好起来，为什么？情况有些复杂，不过以后有绵绵在，一定会让爹爹的腿彻底好起来。
爹爹这是被阴险小人下了诅咒，只有把背后这个小人抓出来，才能治好爹爹的腿。哎呀，明明饿了吧？叔叔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真的吗？看来我们绵绵啊是真的饿了，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谢谢叔叔，真好吃。爹爹给你。绵绵，先过来。王爷自从5年前在战场上中了毒以后，就只能吃清淡的饮食，已经整整5年没有吃过荤食了。爹爹居然不能吃肉肉，以后有绵绵在，一定会让爹爹长命百岁，健步如飞。到时候在战场上一刀一个小脑袋，不在话下。你个小奶团子，这话从哪学的？王爷，太后请您去趟前庭。不去。爹爹，绵绵才是你真正的女儿，那个坏姐姐偷走了绵绵的玉佩和包裹，冒充绵绵的身份，我们一起去拆穿那个臭斑鸠吧。我们一起去拆穿那个臭斑鸠吧。不去。绵绵，王爷只是不喜欢去那种宴会的场合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绵绵就一直幻想着能见到爹爹。绵绵在来京城的路上幻想过无数次爹爹的模样，却从来没有想过爹爹会这么无情，这么冷漠。绵绵真的好可怜。师父不许绵绵下山就算了，还经常骂绵绵是缺德面黑心棉。你师父说的没错。不是的，绵绵绝对不是黑心棉，而是爹爹的贴心小棉袄。贴了这个操纵符，这下爹爹就可以和绵绵一起去拆穿臭花卷卷啦。绵绵想去前厅找花卷臭斑鸠算账，爹爹肯定不会阻拦你乖巧可爱的女儿吧？当然了，本王的女儿居然被那个小骗子给欺负，本王势必要为乖绵绵讨个公道。奇怪，为什么说的话不是我控制了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爹爹真好，绵绵就知道爹爹一定不舍得绵绵受委屈。爹爹，我推你出去一起打花卷卷臭斑鸠去喽！叶子，叶子，我要开了你！瞧这眼睛，这鼻子，这嘴巴，长得跟景王一模一样啊！黄奶奶，爹爹怎么还不来啊？爹爹他是不喜欢花卷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你爹爹啊，只是不喜欢这种场合罢了。等宴会结束，黄奶奶就带你去见爹爹，好不好？她不是爹爹的女儿，绵绵才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娘，师傅，他又来了。你这个小乞丐怎么又来了？花卷妹妹别怕，哥哥我会保护你的。你这个小乞丐，别太过分。以前欺负花卷也就算了，她如今是本王的妹妹，你要是再欺负她，本王就不客气了。绵绵不是乞丐，而且我也没有欺负花花，是他偷走了我的东西。别狡辩了，来人，把这个乞丐押入大牢。你敢威胁我？这花卷到底是何方妖孽？哼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抓走！是。住手！拜见母后。景寒，你终于来了。爹爹，这个臭斑鸠冤枉绵绵，你得替绵绵做主呀。爹爹。景寒，他刚才叫你什么？爹爹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我才是你的女儿。怎么回事？大胆花卷，竟然代替绵绵的身份，绵绵才是我的女儿。什么？是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绵绵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
爹爹，还好有你给我做主，绵绵太感动啦！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可是我爹爹亲口承认的，那个花斑鸠母女就是小偷。你们真的是骗子！不是的，花卷真的是景王的女儿。这到底谁才是景王的女儿啊？我看这个叫绵绵的小女孩，倒是跟景王长得更为相似。这小娃确实长得跟景寒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太后，孩子，你告诉本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是景寒的女儿，可否有证据？我已调查清楚绵绵的身份，她确实是我的女儿。黄奶奶，花卷冤枉，这玉佩真的是我师父给我的。臭斑鸠，你别狡辩了。就是长得又黑又丑，怎么会是爹爹的女儿呢？完了，爹爹怎么把我内心的话说出来了？等等，我刚才又说了什么？景王这是怎么了？平时也不这么说话呀。我知道了，太后娘娘，这个绵绵也是个道士，定是他用了法术，所以就控制了景王。刚才那番话确实不像景寒说的。好你个小乞丐，竟敢对我儿使法术！哼，对，我就是狼牙山上的小道士。花卷偷走了包裹里有我的符箪，狼牙罐里的东西都是认主的，只有我能召唤哟。召唤符符，撤呀！死定了！娘，我害怕，他们两个可是亲母女啊！如果他们真想认爹爹，除非你在6年前跟我爹爹……我不认识啊，别来沾边。好啊，你们母女俩竟敢偷盗他人之物，冒充景王府小郡主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！来人呐，把他们拖下去，重则10板，驱逐出京，今生今世永远不得进京！太后娘娘，求求你了，不要赶花卷走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跟花卷没关系。黄奶奶，不要赶我走！放肆！花卷，我黄家血脉，岂容你来玷污？你并非景王之女，又怎能换本宫黄奶奶？程烨哥哥救我！黄奶奶，我相信花卷，她是无辜的，肯定是那个小乞丐用了邪术。你给我闭嘴吧！黄奶奶，昨夜花卷还救了我一命，你忘了吗？黄奶奶，这是我们狼牙罐特制的药丸，吃进去哥哥就能好啦。好，快！傻袍哥，救你的是绵绵，不是这个花斑鸠。给你吃的药是我的。不可能！黄奶奶，不管花卷是不是六皇叔的女儿，在孙子心中，她就是我妹妹。哎，傻袍哥，你别冲动呀。这个花卷是天生的穷鬼命，你要是收养它，会倒大霉的。你骂谁是傻狍子？他说的也没错呀，看你脸色蜡黄，估计已经被他收走不少气运了。你们，我就是喜欢花卷妹妹和青莲阿姨，我这就去禀告父皇，让她认花卷做义女。你敢！来人呐，快给我按住！哥哥救我！我是师父花卷妹妹。哥哥，黄奶奶，我不喜欢你了，你个恶毒的老太婆！你个臭小子，你反……母后，大家不要担心，黄奶奶只是气急攻心，只要放血疏解心口郁气就好了。放肆！太后身份尊贵，你一个小娃娃拿着银针乱扎，万一扎坏太后凤体怎么办？不会扎坏的，就算扎出毛病来，绵绵也能治好。而且黄奶奶不是凤凰呀，如果是凤凰，黄奶奶就不会住在宫殿了。你这女娃娃！金嬷嬷，随他去。老奴失言，还请王爷责罚。无妨。来，黄奶奶，吃了这颗咿咿呀呀丸，以后就能活蹦乱跳了。哎呀，醒了醒了，哎，醒了醒了。黄奶奶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
是你救的我。对啊，黄奶奶，绵绵可厉害了。我的好孩子，之前是黄奶奶错怪你了。既然你是狼牙山的小道士，那你父亲的腿一定能治好，对吗？母后，我的腿……回禀太后娘娘，王爷的腿已经有知觉了。真的吗？放心吧，黄奶奶，我一定会让爹爹的腿彻底好起来。绵绵，黄奶奶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所以呀，就把全城5岁孩子能用到的东西都给你买回来了。以后你就住在这暖棉阁里了。暖棉阁？对呀，黄奶奶给起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黄奶奶，我可以邀请爹爹一起过来住吗？爹爹，绵绵今晚就要跟你一起睡。不是说都要睡觉了吗？能不能安静一点？爹爹，我睡不着。之前师傅都会给我讲故事，绵绵也要爹爹给我讲故事。南山之首曰雀山，其首曰招摇之山，临于西海之上，多贵，多金玉。小娃力气怎么这么大？爹爹，绵绵好看吗？绵绵美吗？好看。爹爹，你骗人，没看就说好看。那就难看。王爷，小郡主，皇上派人传话，说要接您和小郡主一起进宫用膳。哇，爹爹，那辆马车好漂亮，绵绵也想要。别人女儿有的，爹爹的女儿也要有。知道了，还不赶紧松开！谢谢爹爹，爹爹是全天下最好的爹爹。小郡主，你可太厉害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王爷笑呢。就你话多。走了。好。这就是六皇帝失而复得的小闺女，可真是天生活泼、可爱有趣呢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六皇帝腿脚不方便，就不用行礼了。听说六皇帝的腿脚已经可以动了，但是这瞧着怎么越来越萎缩了呢？哎呀，真是可惜了，今后怕不能在战场上驰骋沙场了吧？你干什么？漂亮姨姨，你是绵绵的皇婶吗？你好香呀，香的绵绵忍不住想咬一口。我身上下一股恶人味，绵绵都快臭死了。你就是绵绵呀，可真是可爱呢。皇后婶婶也好漂亮呀，嘴巴像血盆大口，眼睛大的像牛眼睛一样。六皇帝，你真是好大的福气呀！虽然腿废了，但是却得到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。聪明个屁，一个小野种而已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真没教养。你说谁是野种？哎，六皇帝，锦绣只是一个孩子，童言无忌，应该不会跟一个小孩子斤斤计较吧？黄婶婶，绵绵可以不计较，但你要注意一下喽。什么？黄婶婶的肚子这么大，里面有问题哟。你这小家伙，你知道些什么呀？本宫肚子里怀的可是4胞胎。怀孕？黄婶婶没怀孕呀。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黄婶婶肚子虽然大，但是里面怀的都不是小宝宝哦。本宫怀的可是龙嗣，胆敢得罪龙嗣，来人，给我掌嘴！
你敢动他试试？皇后婶婶，绵绵不会看错了，你现在让绵绵救你，还能捡回一条命，否则你活不过今天哦。臭野种，敢争我母后，我现在就打死你！哎，臭野种，也不知道是从哪个乞丐窝里蹦出来的山鸡，居然妄想冒充皇家血脉，飞上枝头变凤凰！我呸！唉，这些话对善良天真可爱的绵绵说也就算，万一遇到个凶神恶煞的亡命徒，锦绣姐姐可就惨啦。你们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赶紧给她解开啊！走吧。哎，给我站住！哎，给我站住！可以啊，先给我女儿道歉。我才不道歉，我又没有说错什么，她本来就是山鸡变凤凰。绵绵现在可是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人，不会跟你这种圈养的家鸡计较的。姐，好啊，难怪绵绵那么得太后的欢心呢。原来这耍嘴皮子的功夫可真是厉害呀！等入了秋，六皇帝是时候该送孩子去皇学院，早些学学规矩了。你自己已经是一个废人了，要是你的女儿也跟你一样变成废人，只会沦为众人眼中的笑柄。不劳烦皇后娘娘费心。走。爹爹，皇宫里的人怎么都这个样子？本来我还想救他一命的。你是说他孩子真的有问题？对，皇后婶婶肚子里长了一颗很大很大的血球。什么？可是我听说皇后怀4胞胎的事情是太医亲自确认过的。要么是个庸医，要么就是他下的毒。至于皇后婶婶为什么会长这个大血球，还是得让绵绵亲自确认一下再告诉你们吧。这就是景王失而复得的女儿厉绵绵吧？傻袍哥，你怎么来啦？你个冒牌货，怎么敢到皇宫里来？我才不是冒牌货！我说你是，你就是。真正的郡主是花卷妹妹，不是你。这傻袍子脸色苍白，眼底发青，看他最近没少遇到倒霉事。水。你笑什么？傻袍哥，你最近真是倒霉透顶啦！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给我下的诅咒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给你下诅咒的人可不是我。你干嘛抢我花卷妹妹给我的东西？给你下诅咒的是他。你说什么？你放屁！这是花卷妹妹给我的护身符。不要！谁会在福袋里放这种夺走人气运的东西？好啦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不会再遇到倒霉事啦。小子，我忍你很久了。厉绵绵，我就说你是只山鸡，你看我们所有人都不喜欢你，你跟你爹一样招人嫌。陈燕哥哥，我们进去吧，不跟他玩。就是，我们不跟你玩。靖王，都是一群孩子，童言无忌，别放在心上。哼，坏阿姨，假惺惺。绵绵郡主，你是在说我吗？对啊，王婶婶，就是这个女人在给你下毒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王婶婶，绵绵没有说谎，你的肚子里怀的不是小宝宝，是个大血球。你这个小丫头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这个人无忌到底想干什么？皇后娘娘，童言无忌，还请您不要放在心上，以免动了他气。什么童言无忌？他明明就……我是在说实话呀。皇后婶婶为什么要冲我发脾气呢？害你的是他，又不是我。绵绵郡主，我知道你与婉儿有矛盾，但你也不能污蔑臣妾。皇宫上下谁不知我与皇后娘娘姐妹情深啊？厉绵绵，
你污蔑我娘亲，我跟你没完！绵绵是狼牙山最有名的仙人，她说皇后娘娘怀的孩子有问题，皇后娘娘不妨听一听。爹爹今天都在主动保护我，爹爹真好。还有什么可听的？皇后婶婶才怀孕2个月，肚子怎么可能这么大？那是因为本宫怀的是4胞胎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皇后婶婶流血的那天，丽妃娘娘不仅给你送了补药，还给你送了盆栽吧？确有此事，你怎么知道？皇后娘娘，那个盆栽名叫夜影藤，是臣妾求来为保皇后娘娘平安产下皇子的。是啊，那个盆栽格外的漂亮，本宫每日见了，心情都甚好。可是那盆树有剧毒，只要稍稍吸入，就会导致胎儿畸变。婶婶肚子里的大血球就是这么来的。你说什么？可是本宫怀孕的时候，整个太医院的太医都来瞧过，本宫怀的确实是4胞胎。婶婶确实怀了4胞胎，可是现在这些孩子都死了。皇后娘娘，您可千万不要信这个小神棍的胡言乱语啊！这个丽妃表面上对我恭敬，私下却是抢尽了皇上的宠爱，难道她真的要害我？皇后娘娘，这个野孩子本来就来路不明，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啊？臣妾对皇后娘娘和皇上一直忠心耿耿，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啊？厉绵绵，你这个黑心的小乞丐，污蔑我娘亲！等我父皇回来了，一定砍了你和你爹的头！程砚，快回来！小郡主啊，我看咱们还是少说2句吧。本来我还是不想管的，可是师门有训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我也是想给爹爹多积一些福报。既然他们不信，是死是活就随他们去吧。好吧，都听爹爹的。皇后娘娘，快坐下吧。本宫的肚子好疼啊！来人，快传太医！皇后娘娘怎么突然疼成这样？难道这孩子保不住了？皇后疼是因为马上就要临盆了。什么？娘娘才怀孕2个月，怎么可能就要生了？太医说娘娘就快生了，你们赶紧去准备好水盆。走。真的？我才怀孕2个月，怎么这么快就要临盆了？太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娘不必多虑，微臣一定尽力，让你们母子平安。母后，我的母后到底怎么了？锦绣，你放心，你的母后一定不会有事儿的啊！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他就是皇上呀！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皇后为何会突然出血？太医说皇后要生了。荒唐！皇后刚怀孕2个月，如何生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皇上，娘娘她……这是何药物？这是何药物？唉，我早就说了，你们还不信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丽妃娘娘在皇后婶婶怀孕的时候送了一盆夜影藤，皇后婶婶就是因为吸入了这株树散发出来的有毒气体，才导致体内胎儿畸变的。是你？皇上，她只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，她的胡话你怎么能信呢？那皇后怎么能生出一个血球呢？我的母后可善良了，肯定是你这个小神棍干的，是你把皇后的孩子变没的。对，就是你干的。爹爹，他们太过分了，居然污蔑我。皇兄，绵绵是我失散多年才寻回的女儿，今天是她第1天进宫，无意冒犯锦绣公主和皇子，我待她赔个不是，但她心地善良，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了，请皇兄明鉴。父皇，这个厉绵绵就是个坏种，妖怪。一个无权无势的王爷，一个身份不明的小丫头，皇帝怎会信你的话？
你们若是不信，可以将叶影藤的叶子摘一片，一验便知。父皇，我都说了，就是这个小乞丐的把戏。今天他还欺负儿臣，一定要替儿臣做主啊！他今天一见母后就辱骂母后，还咬了母后。就是，而且皇宫这么大，要是那个植物真的有毒，那所有人不都中毒了吗？对啊，你们现在都中毒了，只是皇后婶婶还喝了有毒的补药，所以腹中才会长出那种东西。你这小丫头，别越说越过分了。皇上，你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！皇帝叔叔，你瞪我干嘛？绵绵可没有做坏事哦。来人，将厉绵绵拖出去，斩了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们！哀家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找出来。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哀家能不来吗？太后娘娘，你这个贱人，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利用邪术谋害龙嗣！臣妾真的是冤枉的，这件事真的不是臣妾干的。哀家已经找到证据了，还敢狡辩？把人给我带上来！我说，是丽妃娘娘威胁老臣，让老臣在皇后娘娘的宝钗药中下蛊毒的。不是的，一定是厉绵绵，她栽赃陷害我的。你这个贱人，你这点小心思瞒得过皇上，可瞒不过哀家。你还想污蔑绵绵？如若没有绵绵，哀家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我大齐后宫竟然有你这般心思歹毒的女人！母后，我知道你偏爱绵绵，但你也不能为了她就污蔑臣妾啊！你这个坏女人，死到临头还撒谎！那我就给你一道符咒，让你说出实话。是我干的，因为我忌惮皇后。如果她诞下龙子，我的程烨还怎么当上太子？所以我就找了个道士，要了有毒的药方和叶影藤。一旦皇后诞下怪胎，一定会被皇上打入冷宫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顺利当上皇后，我的程烨就可以顺利当上太子了。你个贱女人，你居然害我母后！都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将这个毒妇拖下去，凌迟处死！是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老奴也是被逼的，皇上饶命啊！皇奶奶，别处死我母亲，她是被冤枉的，这一切都是厉绵绵的诡计。你走开！我皇家怎么有你这么个蠢货？不好了，皇后娘娘突然大出血，昏过去了。母后，皇后怎么样了？老臣已经尽力了，娘娘失血过多，已经没有脉象。什么？母后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！皇后娘娘明明还没死透，你们让开！你说什么？母后还没死？我求求你，救救她！绵绵，皇奶奶知道你很厉害，你看能不能救救皇后？交给我。大家放心，皇后婶婶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皇后娘娘的脉象平稳了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绵绵都快饿死了，我还以为能去王府大吃一顿呢。王爷，小郡主，锦绣公主带着谢礼上门来了。锦绣要上门感谢我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叫他们进来吧。进来吧。厉绵绵，谢谢你救了我母后的命，我跟你道歉。这几个箱子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衣服和珠宝，都送给你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
漂亮衣服绵绵多的是，你身上的衣服太丑了，不喜欢。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这是绵绵画的护身符，送给你和皇后，以后你们都会平平安安的。谢谢绵绵，你真好。饿了吗？我们吃饭吧。王爷，秦王府那边派人送来一封喜帖。喜帖？我记得齐王妻妾成群，怎么又要办喜事？王爷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上次齐王出去狩猎，带回来一个特别美的女子，竟然不顾内宅妻妾的反对，非要拿她做平妻啊！知道了，我会去的。爹爹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爹爹不在家，没人陪我玩，所以我就来陪爹爹喝喜酒啊。那你要听话，知道了吗？这齐王跟爹爹关系很好。你爹爹第一次上战场就是找齐王一起去的，他们两个是过命的交情。景寒，王兄，这是你失散多年的闺女，找回来了。是的。好，苍天有眼呐！来，进来聊。请。参见景王。爹爹，叔公的这些老婆看起来都很不好惹的样子。绵绵，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，女孩遇到这种事儿都是高兴不起来的。绵绵不嫁人，绵绵要一辈子陪着爹爹。新人到！哎呀，真是来了！看看这一对多般配呀！哇，这也太好看了！怪不得齐王不顾一众妻妾的反对，要将她娶进门做平妻。太好看了，这是天人之子啊！娶的妻子竟如此美貌。是啊，太好看了。婆婆，你不能娶这个女人。婆婆，你不能娶这个女人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许讨论。大家不要误会啊，小郡主的意思是说，夫人美若天仙，仿佛神仙下凡。怎么？我们这就回去了吗？绵绵还没吃饭呢。谁叫你不听话？不听话就得回去。绵绵没有捣乱，主公要娶的那个新老婆是一只鹅变的。什么？鹅变的？我还说叶子是鸡变的呢。都说鹅女生蛋，大祸临头。如果她一直待在叔公的身边，叔公会死掉的。小郡主说的不假，那女人确实是个妖怪。妾身徐氏参见景王，参见小郡主。大夫人，这是何意？想必王爷已经得知了，那个女人是老爷在狩猎途中捡回来的。但是我听闻老爷随行的侍卫说，那日齐王狩猎射中了一只天鹅，翅膀中箭，那只天鹅特别大，随行的部下便将它关在了笼子里，送了回来。王爷，不好了，鹅丢了，一只鹅都看不住，一群废物！王爷，虽然鹅丢了，但是什么？王爷，请跟我来。可是王爷回来才发现，那只鹅不见了，王爷，笼子多出了一个裸露的女人，肩膀还流着血。当天晚上，王爷就宠幸了那个女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儿？小女叫楚楚，小女没有嫁了。老爷在那个女人的闺房待了7日才出来，一出来便告诉我们那个女人怀了他的孩子，他要8抬大轿娶她做平妻。我自然是不愿意的，老爷便威胁我说我不愿意，便要休了我，让她做当家主母。难道就没有人怀疑那女人是鹅变的吗？
老爷不让任何人说出去，要不是老爷的随行侍卫是我弟弟，我也打听不到这种事。爹爹来不及了，那个鹅女马上就要生蛋了，如果那个蛋碎了，叔公会死的。但为什么会碎啊？因为他是来找叔公报仇的，应该就是今天晚上。爹爹，我们赶紧去阻止他。叶子，跟上。太太，那个小郡主真的能把那个女人赶走吗？我听闻小郡主自小在狼牙山长大，前几日宫里那些事就都是她解决的。只要那个女人原形毕露，她就必死无疑。姐姐，很快我就能帮你报仇了。你现在这么冲进去，怕是就出不来了。可是他马上就要生蛋了，再不去就要来不及了。什么人？皇兄，景儿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孩子又乱跑了？绵绵没有乱跑，绵绵是来给伯伯抓妖怪的。妖怪？哪里有什么妖怪啊？就在这里。伯伯的府上怎么会有妖怪啊？别捣乱了啊！我派人送你们回去。皇兄，你不觉得新娶的这个夫人有什么问题吗？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，见到一个漂亮女人就说是妖怪。可他就是妖怪啊，难道伯伯不知道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已经把他的伤转移到了你的身上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天色不早了，来人，送客。伯伯，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，就让绵绵进去收拾他。你要是敢动他一下，我饶不了你。楚楚，楚楚，你没事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便是我给你生的蛋啊！你要摸摸看吗？这是什么？我都说了让我来收拾，你们偏不行。听说你是个很厉害的小道士，不过你们今天谁都救不了他，今夜他立上旗必须死。你休想！你个小妖怪，还敢跟我对战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给我摁住！是。你看吧，我就说这个小郡主有本事，这个贱人一下子就被捉住了。楚楚，你为何要害我？是这些天本王对你不够好吗？不过是见色起意罢了，就像1年前对我主子那样。你主子？你恐怕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。当初你受了重伤，他好心把你带回去疗伤治病，照顾了你3天3夜。你想对他见色起意？你说她是你见过最美、最善良的国娘，还答应把她带回家做姨太太。你醒了，还有没有觉得有不舒服的地方？阿娘，先喝点药吧。从现在起，你是本王的女人。走，跟本王回府。可是到半年，他就被你王府里的姨太太给活活打死了。他就被你王府里的姨太太给活活打死了。夫人，贱人，居然敢背着老爷在府里偷人，还怀了野种！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。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狗贼，打死吧你！
己摔死的。你给我闭嘴！老爷，楚楚，这事儿我不知情啊！你有什么报复，你可以去找他们呀！你来害我干什么？再不济，你把情况告诉我，我去对付这些女人。我呸！当初他死的时候，你连他的尸体连看都没看一眼，让人随便丢进了乱葬岗。他的所有不幸都是你造成的。至于他们，我当然不会放过。只你离伤及一死，他们不就一无所有了吗？景王，你可要救救我们，他就是个妖怪啊！皇叔，这些年我一直拿你为我的榜样，你太让我失望。楚楚姐姐，绵绵和爹爹已经把齐王一家对你主子做的坏事都告诉皇上了，齐王一家马上就要被流放了，你就放心孵小天鹅吧。绵绵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好。母后，您真要我把兵符交给六弟？这兵符原本就在景儿手里，当年因为他身受重伤，先皇才把兵权暂时交到齐王手里。如今齐王被流放，这兵权理应归还给景儿。可是母后，您莫不是忘了，六弟还坐着轮椅，多年未上战场，他有什么资格？他的腿马上就会好了。您说什么？请王殿下到。绵绵，皇奶奶，我想死你了。皇奶奶也想死你喽。参见母后，参见皇兄。哎呀，绵绵，你来了，让朕抱抱。来，哎呀，皇帝婆婆眉峰连绵成山，印堂青灰色，看样子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。厉景寒的腿快好起来了，难道是被这个小丫头治好了？哼，母后，我看您甚是喜欢绵绵，不如将她带进宫去吧。绵绵想尿尿，爹爹，快带绵绵去尿尿。这失礼了，失礼了。爹爹，你要搞什么名堂？这个皇帝身上缠绕着一团团黑色阴气，是错杀了无数冤魂才会出现的。皇奶奶这么好，怎么会生出一个大坏蛋呢？我要看看这个皇帝到底是什么身份。爹爹，你快看，这个皇帝确实不是皇奶奶的儿子。不仅如此，他的身上还有不纯正的帝王之气，他根本就不是皇家子弟。我要去拆穿这个假皇帝的真面目。我要去拆穿这个假皇帝的真面目。爹爹，快把我松开！万万不可，他可是皇上，不好对付。此事我们从长计议，好吗？哎，今日饭菜闻着非同寻常啊！景王府是不是换厨子了？回太后娘娘的话，今日这些饭菜都是绵绵郡主特意为您做的。什么？你们怎么能让一个孩子做饭呢？万一烫着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皇奶奶，绵绵可厉害了。哦，知道麻辣绵绵豆腐，皇奶奶以前肯定没有吃过。我们绵绵真是无所不能啊，比御膳房的那些人要好多了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多来绵绵家吃饭哦。好好好。好好好。母后，太医说你胃不好，可不能暴饮暴食啊。奶奶，你别担心，绵绵有大力消化丸，吃完饭来一颗。哎，我说景儿，你愣着干什么呀？你快尝尝，味道特别好。爹爹，您怎么才来呀？快给绵绵喂饭，
你都会自己做饭了，还不会自己吃饭啊？明明做了一桌子菜，都累坏了，要爹爹喂才有力气。好，吃吧。你怎么带孩子的？你会不会喂饭？回母后，儿臣不会。不会那就好好学。像这鸡腿啊，一定要把外皮剥掉，然后撕成一条一条的，再喂给我们绵绵吃。记住了吗？没错没错，黄奶奶说的就是这样。黄奶奶说的就是这样。快点啊！哎，这就对了。绵绵可是你的亲女儿，还治好了你的腿疾。日后啊，你得把她当成心肝宝贝才对。知道了，母后。张嘴。爹爹包的鸡腿肉好好吃啊！别忘了今天的正事。哦，差点忘了。黄奶奶，你可以告诉绵绵皇帝婆婆的生辰八字吗？这怎么了？我就是想给皇帝婆婆算算凶吉。好啊，嬷嬷。哎呀，这个生辰八字不对呀！怎么不对？这个八字是死人的八字呀！小郡主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皇帝乃是一国之君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可是要被砍头的呀！绵绵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皇帝明明活得好好的呀！但绵绵算了黄奶奶给的时辰，这人3岁就死了呢。什么？对不起呀，黄奶奶，绵绵不该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可是绵绵3岁多就会算命了，从来没有算错过。母后，你会不会是记错皇兄的八字了？不会呀，哀家生萧儿的时候，整整折腾了3天3夜，不会记错。黄奶奶，其实绵绵昨天晚上就发现了皇帝婆婆的面相有问题，身上还有很重很重的黑气，而且她的黑气是飘到宫殿外面的。这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啊？现在看来，皇帝婆婆可能是假的皇室血脉哦。现在看来，皇帝婆婆可能是假的皇室血脉哦。哀家有点不太舒服，先回宫吧。啊，今日之事，万万不能和他人提起，记住了吗？母后放心，儿臣绝不再提。黄奶奶好像生气了，还不是怪你，说好只把皇兄的八字问出来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绵绵知道错了。绵绵啊，那毕竟是太后娘娘亲自带大的孩子，你这么说的话，她心里肯定会不舒服的。我听别人说，西太后当年和黄奶奶同一天生产，但是她的孩子3岁多就死了呢。这个西太后肯定是用了什么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复活了。你是说，真正的立萧代替他死了？更可恶的是，他不是太上皇爷爷的儿子哦，因为他身上的另外一根亲缘线是飘到宫殿外的。倘若立萧不是真正的皇室血脉，我一定亲手杀了他。放心吧，弟弟，绵绵已经在假皇帝身上贴了亲缘符，很快就能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了。小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母亲，厉景寒找回了那个女娃，很有本事。如果六弟的腿被治好，孩儿的兵权就交出去了。那就别给他治好腿的机会。小儿，兵符在你手上，朝中的权臣都在你这边，你担什么心呢？杀了厉景寒，还有皇太后那个老妖婆，以后就没有什么顾虑了。孩儿明白。
爹爹，我出去一趟，今晚我就把假皇帝的亲爹给你揪出来。你自己小心点。叶子，你陪他去。是。放心吧，爹爹，绵绵这么厉害，一点事都不会有。我走啦。你们是何人？秦王殿下，陛下请你进宫。臣弟参见陛下。免礼吧。谢陛下。不知皇兄叫臣弟深夜来这城楼，所谓何事啊？朕前几日在边疆收复一块藩地，正愁不知道该赋予谁，方才想起来，应该赋予六弟呀。皇兄所说的可是那人烟稀少的荒南？正是，那边人稀地广，百姓贫穷，臣弟不是一向心系百姓吗？你若到那儿，定能让当地百姓脱离贫困。王爷，皇上这意思是要把你驱逐出城，发配兵强呀。六弟，你是不愿意去？臣不愿意。大胆，竟敢违抗圣上的旨意！皇兄难道不是在和我商量？朕已将诏书拟好，你若愿意去，朕定念昔日兄弟情，饶你不死。爹爹，我找到狗皇帝的亲爹啦！兄主，王爷和叶子将军被皇上召进宫了。狗皇帝竟敢害我爹爹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皇兄为何突然如此忌惮？难不成是怕我威胁他？厉景寒，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，你一个瘸子，朕是不会放在眼里的。那臣便不接旨了。别以为有个当道士的女儿就可以无法无天。娇儿，别跟他废话，今天就这么杀了你。原来你真的是皇兄的生母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你就别想活着离开。哼！王爷，我带你离开。你们走不掉的。你居然也会玄术！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的腿之前一直不好，是中了我的毒。哎呀，我以为那个奶娃娃有多大的本事，原来啊，连你的腿都治不好啊！谁说绵绵治不好爹爹的腿？哼，一点初出茅庐的玄术还敢对付我？爹爹，我来救你啦！绵绵，困住爹爹这双腿的解药就在这个老妖婆的手上。哼，原来就是这道符加上蛊毒，镇住我爹爹的腿。哼，雕虫小技。厉景寒，这要弄死你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哼，找死！那你们父女俩一块下地狱吧！啊！敢动我爹爹，不要命了！皇上，皇兄现在又该如何杀我？不对，他根本就不是你的皇兄，他是一个冒牌货。谁会信你的话呢？难不成你要夺走朕的皇位？那朕现在就以谋反之罪将你处死！太假戏！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谁是你的母后啊？许氏，真是胆大妄为呀！敢算计我儿子！太奶奶，她不仅算计爹爹，当年还狸猫换太子，将自己的儿子与真正的丽香伯伯调了包。
来人呐，将他们母子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快点儿！是。朕是皇上，你们对朕动手，都不想活了吗？你是哪门子皇上？你就是个冒牌货！哼，是又如何？传国玉玺和兵符都在我手上，而你就是九居深宫的老太婆，我敬你，才叫你母后。你真以为自己有本事，废帝吗？不就是玉玺和兵符吗？爹爹给你，以后你就是皇帝啦！小屁孩，这不是过家家，变一个假的玉玺和兵符，就能让你爹爹当皇帝了吗？不好了，皇上，玉玺和兵符不见了！你说什么？爹爹，我把黄袍也给你弄来了。锦儿，拿着，这原本就是属于你的东西。王奶奶说的对，爹爹就是天子，命中注定是要当皇上的。放肆！厉萧，你夺走的皇位该还回来了。难道你要谋权篡位吗？哀家这里先皇留下来的令牌，现在就废了你这个皇帝！来人呐，把他们拿下，打入天牢，明日午时处死！太后，臣妾错了，一切都是臣妾的错。小儿是先皇的子嗣，请您网开一面，留他一面。他根本就不是皇爷爷的儿子，他的身份另有其人。小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是先皇的妃子，难道萧儿的生父还有别人？坏女人，你骗得过别人，但你骗不过我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他们的亲缘线。死丫头，你又耍什么把戏？王奶奶，我现在就能把他真正的爹爹给你拉过来。顾丞相，老臣参见太后娘娘。陛下，原来你就是厉萧的生父。太后娘娘，你这话是何意？这顾长风位高权重，却愿意忠心辅佐厉萧这个废物皇帝，原来因为厉萧就是他的亲生儿子。顾丞相，哀家都知道了，你如若老实交代与这对母子的关系，哀家便可以饶你不死。说，老臣全都招了。20多年前，许氏生下来老臣的孩子，可听大师说，太后娘娘的孩子活不过3岁，我们就将孩子与太后娘娘的孩子调包了。来人，把他们全部押入死牢！太后娘娘，饶命啊！饶命！厉景寒，你别得意，朕迟早会把这皇位抢回来的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朕承天命，受先帝之遗诏，四登大宝，御统万方。今以国事为重，民生为年，特颁此诏，以昭天下。皇奶奶，绵绵好开心啊！绵绵终于让爹爹当上皇上了。是啊，绵绵呀，真是爹爹的福星，更是我们大齐的福星，是不是啊？去吧，去爹爹身边。爹爹，爹爹，绵绵今天好开心啊！绵绵，以前是爹爹不好，爹爹对你太凶了，还把你弄丢了5年。之前都是绵绵保护爹爹，现在由爹爹来保护绵绵，再也不会让我的小公主受一点伤害。爹爹最好啦！绵绵还有爹爹，还有皇奶奶，永远都不分开。好，永远不分开。